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上期咱们聊了西班牙从葡萄牙手中换来了赤道几内亚，这是西班牙在非洲唯一的殖民地，并在此大规模的开展奴隶贸易。提起非洲的奴隶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是加纳这座规模最大的奴隶城堡。这座奴隶城堡还被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称为他的祖屋。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奥巴马10年前回非洲祭祖的地方——加纳奴隶贸易的标志性代表海岸角城堡。海岸角城堡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终点，奴隶们从城堡中走过通往海边的不归之门，然后像货物一样被运往新世界，从此永远不能再回非洲老家，彻底告别他们曾经拥有的自由。1482年至1786年的300年间，沿着加纳500公里长的海岸线，欧洲殖民者建立了数十座贸易城堡。由于初期主要运送黄金和木材，因此这条海岸线也被叫做黄金海岸。作为黄金海岸的第一批定居者，葡萄牙人于1555年建造了贸易小屋，后来这里就被称为海岸角。1653年，瑞典人征服了海岸角，并在葡萄牙贸易小屋的基础上又建造了一座永久性的木质堡垒，同样用于木材和黄金的贸易。10年后，丹麦人又征服了海岸角，海岸角城堡又被重建为石头堡垒。在1664年被英国人彻底征服之前，海岸角城堡又经过了荷兰人以及当地酋长的交替控制，直到1700年，海岸角城堡成为欧洲殖民地总督的总部。如今，英国殖民州长的墓地就在城堡中央。这座位于加纳大西洋沿岸的海岸角城堡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会在这里驻足停留，凝视那段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史。早在16世纪，鉴于新世界对人类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非洲奴隶贸易开始兴起。海岸角城堡从保存黄金、象牙和其他商品逐渐转变为关押等待被运往美洲的奴隶。在整个奴隶贸易期间，仅从西非就有600万奴隶被运往美洲，其中大约10%到15%的人在海上死亡。海岸角城堡也就成了他们在非洲大陆的最后一站。1957年，当加纳成为第一个从英国殖民统治中重新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时，海岸角城堡的所有权被转移到新政府，随后又转移到加纳博物馆和纪念碑委员会。20世纪90年代初，在捐助者资金的帮助下，海岸角城堡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工作。目前，作为一个奴隶贸易博物馆和历史遗迹，对全世界游客开放，尤其在非洲裔美国游客中非常受欢迎。他们希望更多的了解自己的祖先、历史和遗产。如今，在加纳的黄金海岸仍然还可以找到30多个类似的奴隶城堡，其中许多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被迫迁徙以及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海岸角城堡的不归之门从外面看已改成了回家之门，这样做只是想告诉从这里走出的人们，你们向往的自由之身可以回家了。正如10年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都已经回乡祭祖了。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